们今天来到了盘彩 Pencolor 位于桃园龟山的总公司。那盘彩是一间深耕于台湾、致力于化学配方领域工业的公司。那究竟什么是化学配方工业呢？那我们公司的主要的化学工业的话，会是集中在于奈米分散技术，还有我们的油墨配方的调整。分散技术的话，主要是应用在我们的金属浆料，像是半导体产业的被动元件里面所使用的银浆，还有我们太阳能产业所使用的铝浆。食品的包装或者是广告的包装上面所印刷的油墨，很多都是来自于盘彩的产品。所以小至3C 产品里面的被动元件，然后到太阳能板，甚至是我们平常的食品包装啊、底眼，都有可能是出自盘彩的。我们以光碟来说好了，全世界10片的光碟啊，上面有9片可能上面的印刷油墨都是来自于盘彩。还有我们的 CT 咖啡的杯子，那上面印刷的油墨也都是盘彩的产品。哇，那所以市占率很高，又非常的深入生活。没错。那像我们公司近年来也积极的布局在未来，以最近世界上最夯的3D 列印技术来说，我们公司也准备了相当齐全且繁多的产品类别，像是光敏树脂，还有我们 FDM 所使用的线材啊，也都是我们公司近年来开发的重点项目。像刚刚有听到一些专业的化学名词，像是纳米分散技术、光敏树脂跟 FDM。那究竟盘彩是怎么样去进行这样研发过程？我们就一起进去看看吧。就让我们进去参观看看吧。那我们现在在盘彩的1楼大厅，就交给 Will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盘彩每一层楼都是怎么规划的吧。那1楼的话呢，是我们的制造生产部门，我们所有产品的生产、制造、包装都是在这个位置完成的。2楼的话呢，我们的仓储中心。在1楼制造完成的商品，我们在进行包装完成之后，我们就会送到2楼的仓储中心去等待出货，送到我们的客户手上。那4楼的话，我们的行政办公部门就是负责我们的订单接洽啊，或者是原料的采购啊，一般的厂内事务，全部都是在4楼进行的。那刚刚跳过了3楼研发品保部门是怎么样的地方啊？我们研发品保部门呢，对于化学工业配方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且最神秘的一个部门了。我们所有的产品的研发都是在这个部门进行的。所以是一个藏了很多秘密的地方。就让我们上去一探究竟哦。走。那我们现在已经在盘彩研发部门的入口了，但在经过的时候，发现一个有超大落地窗，还有采光很好的地方。这里的景色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宽广。那往这边看过去的话呢，就是我们一厂所在的位置。然后往那个方向延伸3公里左右，就是我们振兴厂所在的位置哦。所以盘彩在桃园总共有3个厂区。对啊，这在企业中其实也是蛮少见的。那我们每个厂房呢，都有自己负责的研发项目、生产的项目。那我们的同仁呢，也常常在3间厂区之间来回的穿梭。这边的话呢，是我们的品保实验室，那就是像我们在现场生产的产品，我们在包装送到顾客的手上之前呢。我们都会取样上来这边做检测，所以就是一个专门做 QC 的一个实验室，这样。对，没错。那我们刚刚走进来有发现，就是这边室内的气温跟外面的气温就是差蛮多的。那因为我们的检测它需要在一个恒温恒湿的状况下，出来的数据以及结果才会是准确的。那我们才能够保证我们每一批的产品品质、质量都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询问一下，平常这边就是会进行怎样的测试流程吗？基本上，像这一台的机器的部分呢，是在做一个乳化的一个测试。那因为我们的平板印刷的部分呢，那它是借由油水不互溶的一个原理呢，让油墨粘附在影像区的一个清油端去进行印刷的部分。那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它的乳化的一个粘度的一个变化、乳化的状态这样子。平板油墨的一个印刷产品，其实是出现在你我生活的周遭，像是 CT 咖啡的一个咖啡杯，再来就是悠游卡的一个部分，那还有像是公卖局的一个酒标、烟盒，还有驾照、行照。纸本的一个统一发票，像全联啊，它背面那些细则的部分，也是用我们的油墨来去做印刷的。那基本上食衣住行，我们都离不开盘彩的油墨。进捷运刷悠游卡，也会碰到盘彩的油墨。而且悠游卡颜色就是还分就是4个很明确的颜色，这样都是盘彩调出来的。我们会借由这台机器来去做调整，达到客户想要的一个专色。会经过怎样的测试流程？这个仪器呢，其实是仿照一般印刷机的一个构造。一般传统大型的一个印刷机呢，就是由金属滚跟胶滚去交错而成。那这样子可以均匀的去搓揉我们的油墨，最后会进到印在印板上面，板上面再去印到基材上。那现在油墨已经均匀的展在这上面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清一清吧。
这个底我们要印的底材放到这个硬盘底下，是直接这一整片放？对，那我们就直接平放在这个硬盘底下。哦，那这个还不是成品，那我们的油墨呢是属于 UV 固化的一个部分，那所以需要照紫外光来让它瞬间干燥，直接放到轨道上面就可以了。刚刚你摸的时候，它其实会粘在你的手上，但现在你怎么摸都不会粘在你的手上。底材的测试是你们都是有一个标准的底材，还是说是有就是厂商他们提供他们想要怎样的底材？包装的部分其实是蛮多样的，底材的部分就由客户提供给我们去做测试，等到我们达到他们要的要求，我们就会寄送给样品给客户这样子。我们之前在 Seven 拿到赠送的那个 Open 奖的 L 夹，就是用盘彩的油墨印出来的，而且都是饱和度很高的产品，对，印出来非常的漂亮。调色墨都是用在一些比较高解析度或者是比较专业的印刷上面的。我们这台机器呢是 HPLC 意向晨析仪的部分。新的样品，我们不知道它里面到底加了什么配方的话，那我们可以借由这台机器来帮助我们分析里面的组成，再搭配一些标准品的一个 mark 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去知道客户拿来的一个位置样品里面比较关键的原料在哪里。这样感觉是可以大幅度的降低人力跟工作的时间轴这样。是。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的位置是我们盘彩的被动元件实验室。那以晴，你有没有发现这里的环境跟外面环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啊，这为什么是黄色的光？那大家应该会发现这一间的颜色很特别，它有一种复古的80年代感。这是我们有一支主力产品曝光显影胶，就是我们大家所俗称的光阻胶，它需要在这种黄光的环境下才能做出稳定的材料。哦，听起来是很专业的名词，曝光显影。那所以被动元件这个项目主要会是应用在什么产品上啊？被动元件其实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它，只是不知道它就是所谓的被动元件。大家小时候应该都有拆开过电脑的主机板吧？那里面不是上面有一颗一颗的东西，那个有一部分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这个被动元件。那另一部分的话，就是车子里面的那些元件，都是这些被动元件的范畴。哦，那像盘彩主要是研发它的涂料的部分吗？没错，因为这个涂料就是大家其实听到就是所谓的银浆。就是很高贵的这个银，那这个银浆的部分呢，它就会经过我们一系列精致的一些制程，去把它变成我们所看到的浆料。最后这个浆料就会经过印刷、烧结、切割，变成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元件。哦，所以感觉上是一个虽然体积很小，但是它的精致度啊，还有它的价位是相当高的一个产品。没错。那我们身后这台机器就是在研发所谓的被动元件涂料的机台吗？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3滚轮混料机。那这个3滚轮的部分的话，它就是把我们这些细致的粉体，我们最细会到1微米，把这种粉体呢经过高速的剪切、碾压，去把它变成我们均匀的浆料。因为靠一般的搅拌，它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么精细的现象。哦，那除了这样的研磨机之外，像是后面有一些其他的仪器或者同事在做的事情，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大家应该有在这边看到4台天平，这个的话是我们被动元件专用的4位数精称天平。被动元件的产品呢，它的精细度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的称必须要称到小数点后4位，不管是公斤公克都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做出来我们最精准、最精确的这个产品。那我们再来看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搅拌机。大家看到这个应该会想说，这个好像昨天晚上我才看过，去面包店买面包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很大根的，我们叫它曲轴搅拌机。为什么被动元件要用这个搅呢？因为被动元件的浆料大部分的粘度都非常的高，必须用这种高扭力的搅拌机才能把我们的粉体先做一个良好的预分散，再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3滚轮去做研磨。那研磨完之后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用我们的粘度计去监控我们的粘度是否符合我们的规范。如果符合规范的话，就会到我们那边看到的飞碟和 Microtech 印刷机去做印刷。印刷完之后呢，就可以做后续的一些检测项目。所以检测项目的话，也会用可能类似显微镜，精细的去做检测。
对，因为我们做的线路最细的话，可以做到15微米。那15微米应该没有人的眼睛看得到啦。对，也没有概念15微米有多少。对，所以必须使用显微镜来看这种细致的变化。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充满跟人一样高的大型机器的地方。那这边想问 Will 说，这边会在进行什么样的研发啊？这边的话是我们盘彩的 FDM 实验室。那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些大型机具啊，它其实都是我们的颗粒料的3D 列印机。所以 FDM 是一个3D 列印的技术。它其实就是利用加热的原理来融化我们的原材料。那通过喷头挤出之后，一层一层的做堆叠，来完成我们最后的作品。挤出的那个原料会是什么？目前最大宗所使用的是一种叫 PLA 的原料，也叫做聚乳酸。那像这么大型的机器，其实是可以印得出像是家具这种 size 的东西吧？没错，它的打印容量其实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常常会把它应用在一些像是大型物件的前端开发，它可以节省掉非常多的人力还有时间的成本。对，像是旁边的椅子就是一个可能是 demo 或者样品的东西。在真正投入量产之前，我们会先进行小量的开发，来验证说这个设计是不是合理的。那想要问一下，现在这台机器在打印的东西是什么啊？它就是一个我们拿来测试线材用的图档。机台它是直接吃这种预做好的线卷。那这个测试线材主要的目的是说，因为我们盘彩是有在开发线材的配方的，每次做个配方修改了之后，必须要上机列印，你才会知道说这个配方在列印的过程之中会不会有出现什么状况，如果有，那要怎么调整？所以 FDM 的打印线材算是盘彩现在蛮重要的研发项目之一。那关于这点，就是盘彩有什么其他的未来规划吗？那我们未来的话呢，我们会持续打印相关的这种物件。公司最近有筹划一间实体的展示店，那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展示店内看到这些打印物件。那所以到时候也是可以去试做家具啊，像是这种大型的，不管是椅子、花瓶，都是可以在实体店面看到的。在今天深入了解了盘彩各个领域的研发日常之后，相信大家对于化学配方工业有更深的了解。那今后盘彩也会在 YouTube、Instagram 跟脸书上有更多开箱企划、产品介绍以及知识领域的分享。那也请大家持续关注盘彩的未来动态。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